林浩先给家里去了个电话，老爹说一切都好，已经开海了。大哥和老猫他们已经出海3天了，叮嘱他早点回去。敲门声响起，他这才挂断。有事？拉达尔跟我说，那个乔西是个记仇的，所以他建议我们明天最好就回费城。林浩眉头挑了挑，沉吟起来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许久，他看向于法克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打算的？”于法克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，没有第一时间回答，而是掏出一根烟递给林浩。阿浩，你那天在船上所说金枪鱼贩运到别的地方，真有那么大的差价？你有想法？这点小钱你还惦记？小钱？我让人查了，日子每年要进口金枪鱼约1200亿日元，折算成漂亮刀也有9.5亿左右，近10亿漂亮刀的市场算小。林浩挠了挠头，突然有些明悟，看向于法科。你认为国内市场也有搞头？于法科给了他一个你还不笨的眼神。提前布局吗？林浩长叹一声，阿克，活该你能发财。我随意的一句话，你居然就看到了这么大一个市场。这话听着舒服，多说几句。滚！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于法科摇头，暂时还没想好，知道你馊主意多，就想着来和你商量一下。你不怕咱俩在这里谋划，到时挨了那个乔西的黑枪？林浩可是记得酒吧里吉恩说过，3个金枪鱼收购商，乔西都有份子的。路上他不敢，因为我们身边一直不缺人。海上嘛，也是巧了，前2天要海上捕金枪鱼的几艘船发生了火拼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所有人不得带武器出海。这就是有熟人的好处，肯定是拉达尔获知了消息，告诉了于法科。拉达尔告诉你这个干什么？他也想参与？还有你，我们3方出资，拉达尔占4成，我俩各3成，干不干？没成想还能带上自己。林浩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拒绝了，鞭长莫及，而且这样的生意明显自己丝毫插不上手。阿浩，花不了太多钱的第一笔资金，我可以先出，赚了钱你再给我也行。林浩苦笑点着他，大概也能明白他的想法。行吧，真要是亏了，我天天去你家吃饭。又聊了片刻，接近1点钟，两人才各自休息。第2日，几人起床收拾一番，带着东西来到码头。吉恩已经在检查船只。加油的单子呢？今天的油费我请了。林浩听说后也没客气，一天接触下来，吉恩还是蛮单纯的。若是真要参与金枪鱼的渠道发展，倒是可以把吉恩拉入伙。一早就有不少的人在打听我们钓鱼的方位，我没办法隐瞒，也隐瞒不住。林浩笑着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。这么说，今天东南边会有很多的渔船？想来应该是的。行，那我们就去东边。吉恩表情一愕，正想着劝一句，却见林浩已经和于法科在低声聊着什么。吉恩，你要知道林和鱼是亿万富翁，他们来此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玩。吉恩恍然，是啊，人家本就不特别在乎收获，根本不靠着收获来生活。吉恩开着船，林浩远眺了一眼海面，发现远处有2艘船。这片海域一直是明星场地，每年开季不少渔船都会集中在这边。今天估计有不少跑到南边去了。林浩点头，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挂耳落钩。吉恩，你有几个孩子？等得无聊，林浩便与吉恩聊起了天，当然少不了小曾这个传话筒。4个，大的今年15岁，小的2岁。哟，那你压力可不小。吉恩面上的苦意变浓。谁说不是呢？大儿子马上16岁了，我答应在他生日那一天送他1辆车的。那就没有其他的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我小时候父母离了婚，父亲是个酒鬼，我勉强读完了8年级，然后就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了。打小在海里找钱，半辈子了。林浩话锋一转，又问道：你和那个乔西的关系很好？不，乔西的朋友只有钱，而我们只是他赚钱的工具罢了。吉恩又说了不少，大概意思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于法科在一边听着，正想插口，下一刻旁边的鱼竿传来了嗡嗡的出现声。阿浩，你卧槽，是我的竿中鱼了。哥哥，是你的，快快！听到阿和一说，兴奋的一下子窜起。于法科的杆子是带垫脚的，垫脚看似在往回收线，实则出现更多，发出的声音也证实了负荷有点重。鱼肯定是金枪鱼，而且力气还不小，哈哈，发达了。林浩今天的实时幸运值影响不好不坏，43点，而原本指引方向的箭头居然没有指向任何一方，而是在打圈圈。什么鬼？关闭系统，打算抓紧把自己的线收上来。下一刻手中的力量一滞，自己的杆尖猛地弯了下去。完蛋，肯定是缠到一起了。林浩有些郁闷，阿珂好不容易吊着一稳，要是被自己缠住线跑了，那也太对不起他了。哦，哥，我也中鱼了，哈哈，一早就是丰收的景象。林浩也将目光看向远方，暗松一口气，他从套环中把自己的杆子取下来，抱着杆子转了一个方向，约100米外，鱼筏科钓中的鱼开始洗鳃，看着个头还不小，400-500斤应该是有了。差不多10多分钟后，鱼筏科的鱼被吉恩抛下的鱼叉精准命中，套上尾绳，大功告成。不用看了，不是金枪鱼。所有的鱼发力都有迹可循的，钓得多便有了经验，
仅凭拉线时的手感就能判断个七七八八。林是长尾鲨，快点割线！等到鱼拉近后，终于看到了真身。吉恩略带紧张的咆哮道：“这鱼不能吃，能吃。在鲨鱼中，长尾鲨的口感是最好的，但是它的尾巴非常厉害，太危险了。别过来！”林浩大喝一声，他不仅不让他们过来，还将所有人都赶进了舵室之中，想试试看能不能制服这个大家伙。吉恩不愿意，非要留下来帮他，将鱼拉到近前。他突然心思一动，对着正在翻腾的鱼喊道：“别动，我会取下钩子放你走。”林浩纯粹抱着试试的心态，无子大壮能听懂他的话，理应鲨鱼也可以才对。随着他的话落，长尾鲨的尾巴狠狠地扇了过来。林浩在侧身的时候，还将吉恩推向了一边。长尾鲨的尾部肌肉非常的发达，如果被他扇中头部，轻则晕迷，重则就可以吃席了。林，快割线！林浩觉得自己刚刚的想法有些想当然了，正想拿起旁边的小刀，却见下一刻长尾鲨居然停止了挣扎。目光所及，却发现大鱼浮游在海面上，同样用蠢萌的眼睛盯着他，很神奇。林浩居然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委屈，心中了然，不是这大家伙听不懂自己的话，而是反射弧太长，到现在才反应过来。林，吉恩别紧张，没事的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林浩再度将吉恩推向一边，怕这货长得太丑，再下着长尾鲨。别动，我先将你的鱼钓取下来。提醒了一句鲨鱼，他伸手去取钩子。小船上有较高的栏杆，再加上本身船体与海面的落差，林浩的手根本就够不着鱼。犹豫了片刻，他索性把卸力一锁，然后直接跳下了海。林，吉恩大骇，他还以为林浩是被鱼拉下水的，拿着长钩看能不能把林浩救上来。结果下一刻的一幕就让他震惊在了原地。只见林浩一只手在长尾鲨的头部轻抚着，另一只手伸进了对方的嘴里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最主要的是他居然看到长尾鲨主动张开了嘴，就像是牙科医生正在给小朋友检查牙齿。 shit！ 而在海里的林浩刚开始还有点紧张，结果发现长尾鲨真的很配合，这才稍稍的松了口气。别这么好吃，我们是钓金枪鱼的，下次看到鱼群你再上。单个小鱼说不准就是饵，要长记性小的不。林浩也觉得蛮有意思，原来大西洋的鱼也听得懂中文，哈哈。钩子勾在了鲨鱼的上颌部，林浩费了一点力气才将钩子取出，本想拍拍这家伙让他滚蛋，结果下一刻发现这货的尾巴居然也受了伤。送佛送到西，他又游到尾巴的位置，手在上面轻抚了一下，系统的永久幸运值再度下降200点。去吧，下次小心点。林浩游到了船尾，对着吉恩叫了一声，拉我上来。吉恩还在懵逼中，连叫了2声才回神，走上前将他给拉上船。林，这鲨鱼为什么？想了半天，吉恩也没想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。你是想说他听话是不是？吉恩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是刚刚的一幕真的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出来吧，接着钓鱼。林浩没再管吉恩，对着舵士喊了一声，然后就见那尾长尾鲨在船边游弋了一会，这才扎进水里消失不见。大家各自上饵，重新开始钓鱼。到了中午，徐宇2人又各钓了一尾。吃了年饭后，林浩有点困，就在舵士休息，迷糊之际被吉恩给推醒了。林，快看！林浩起身，顺着吉恩手指的方向看向远处的海面，只见鸡尾长尾鲨在那边翻腾，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尾是上午自己所钓到的，因为那尾鱼快速的向自己游来，然后又折返伸向北游一段，如此反复着。看了片刻，他突然有一丝明悟。吉恩 ，Go Go Go！ 然后又指着北方。你确定？见林浩还是如此说，吉恩这才启动了船只。见到船动了起来，那鸡尾鲨鱼也不在原地翻腾，而是发力往北边游，就像是在给船领路。林浩一直拿着望远镜搜寻着海面，看到原本聚在一起的长尾鲨开始分散，然后消失在海面。他不解原因，只得命令吉恩停船。林，看那边！2人出了舵室，吉恩恰好看到了远处泛起的水花。林浩看向西边，果然看到那一片水面就像是沸腾了一样，水花四溅。就在他猜测是什么时，恰好一尾金枪鱼跃出水面，下钩！林浩大叫了一声，大家赶紧上饵，开始给鱼钩上饵。不一会，嗡嗡声大作，不过声音有点乱，因为两边的杆子几乎是同时的中了鱼。吉恩，鱼叉！听到鱼筏科的叫声，他回过神，心中暗暗自责，拿起一边放的鱼叉，瞅准机会一叉命中。没一会绑上尾绳后，他和鱼筏科互击了一下掌。鱼，恭喜你今天已经钓了3尾，而这尾明显要比前2尾要大。鱼筏科哈哈大笑，极为豪迈的道：“前面钓的2尾，吉恩，你可以挑1尾。”吉恩愣了愣，鱼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就是字面意思，我要送你1尾，另1尾送给提姆。至于这1尾大的，可是我自己的了。鱼筏科知道，全卖了也就2万刀，值不了什么。而且上午见林浩与吉恩聊天，就知道林浩是看中了吉恩这个人，那么不妨施点小恩小惠，告诉对方自己并非是小气之人。鱼，你们付了船费，我不能再要。谢谢 boss， 我要第1尾。不等吉恩推辞，一旁的提姆笑着道谢，
还将自己要的那尾给定了下来。说罢，又一拉吉恩，在其耳边低语了一句：“吉恩，你认为于和林是在乎这点钱的人吗？之所以把收获和你分享，是让你共享这份丰收的喜悦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给你你就拿着。你吉恩什么时候变成婆妈的人了？”吉恩挠了挠头，总感觉这点不好。阿浩，你这什么情况？1个小时怎么鱼影子也没看着？于伐科好整以暇地整理鱼线，还不忘调侃一句还在跟鱼拔河的林浩。这句话也提醒了吉恩，他赶忙走到近前：“林，要不要帮忙？”林浩这回还真感觉手有点酸，果断让开位置给吉恩。吉恩上手，脸红脖子粗的也只收了一圈线。天啊，林，你这是钓到了什么怪物？该不会真的中了蓝鲸吧？林浩一边甩着2条胳膊，一边笑着。也就10分钟左右，吉恩感觉自己的胳膊快成了面条，下一刻鱼又发力了。一股子怪力，线杯再度疯狂出现。林浩见此，赶忙替换下吉恩。这样不行，线杯的线很快就会空的。林浩接手后，便开始了疯狂输出，将大鱼拉出的线又收回了少许。吉恩去开船，船速稍提起来，林浩又发动起了更猛烈的收线。鱼线对面的鱼改变策略，掉头猛地往船方向游来。林浩在第一时间甩开膀子疯狂收线，而吉恩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反推装置，越来越近。透过清澈的海水，隐隐能看到一个黑影快速的接近。天啊，还真是个怪物！吉恩震惊的无以复加，不过片刻又兴奋的咆哮道：“是金枪鱼，哈哈！”阿和，帮忙！阿和捡起地上的鱼叉，握在手中，看着海面严阵以待。给我起！林浩再度发力，一手摇着线，另一只手居然握住了鱼竿，将竿子扬起来。吉恩见此大骇，正想提醒这样会断竿，下一刻大鱼终于上浮水面。我天啊！提姆看到真身的时候，嘴中喃喃，脚下居然不自觉地后退了2步。于伐科和小曾也被惊得目瞪口呆，倒是阿和没太大的感觉，他可是见过胡子的人，这尾金枪鱼再大也大不过胡子的。阿和，快点！阿和轻哦一声，手中的鱼叉猛地扎下去，中了。吉恩都不敢确定，中了。阿珂抓住绳子，吉恩再砸一根鱼叉。不用他提醒，吉恩也正打算这么做。2根鱼叉，再加上大鱼嘴上的鱼钩，5、6分钟后，大鱼的挣扎终于放缓。林浩拿着长钩准确地勾中了尾部，吉恩将手中的绳子交给提姆，几人相互各自看了一眼，下一刻几乎是同时爆发了欢呼声。林，我们赢了！天啊，或许我们今天又得破纪录了。林，这尾鱼太大了，船上的舱太小，应该装不下，我们要抓紧时间赶回去。于伐科有点郁闷，他已经钓了3尾，但现实情况他同样了解，这尾大鱼入不了舱，放血早已完成。吉恩也没有再量长度的打算。林，你开船先往码头赶。林浩点头，确定了一下方位，启动船只，加大油门往码头的方向开。5点半左右，船只终于靠了岸。罗伯特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原来罗伯特是夜里3点钟出发的，他居然钓了3尾鱼，其中1尾还是巨无霸，粗略估计应该过了1000磅。罗伯特，恭喜你，但我发誓你今天的收获并不是第一，哈哈。吉恩大笑了一声，因为早，所以码头还比较清静，琼斯也迎了过来。天啊，吉恩，你船上放着的是什么？2艘船停在一起，罗伯特一眼就看到了对方船上盖着的雨布，看那个体型，比自己钓的那尾巨无霸还要大1圈。嘿嘿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琼斯迎到海边，看到船上的雨布，先是面上一喜，不过很快就隐去了表情。吉恩，先把鱼钓上来吧，今天的收获想来也不错吧。另一边，罗伯特的船也开始往上钓鱼了，不过不是琼斯，而是另一个叫皮特的收购商。当雨布揭开，大鱼显露真身的一刻，整个码头忙碌的人手上全是一顿，大家的表情大同小异，皆是一脸震惊。又破纪录了？你确定不会低于1600磅的？早先纽约钓到的那条纪录保持者是1530磅，1600磅妥妥破了纪录。林，恭喜你！罗伯特上前伸出手道，林浩与之相握。看来你今天也丰收了。原本我以为我今天会是第一，没想到还是比不过你。大鱼自然是破纪录了，但当从吉恩的船上卸下5尾鱼时，码头又是一阵的骚动。罗伯特的鱼卸完了，他跳上吉恩的船，以极低的声音快速道：“皮特说今天的行情更好些，1磅至少上浮1美刀，你等下别让琼斯给坑了。”说完不等吉恩回复，便跳上码头去看自己的鱼过秤。林浩一起看着鱼过秤，吉恩还专门拿出尺子量了最大1尾鱼的尺寸，长162英寸，约410公分。这尾鱼没有掐头去尾，而是直接上了称，片刻数据出炉，1619磅，约728公斤。放心，奖金有你的一半。另外4尾鱼则是掐头去尾相继过了称，最小的1尾重254磅，其他3尾都在440至460磅之间，非常的平均。很好，不仅没有灼伤，而且油脂含量极高。琼斯看了一眼5尾鱼的样本，居然报了一个统一价格。5尾鱼的肉质相差不大，我给15美刀1磅。听到这个价格，吉恩愣了愣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说15美刀1磅？不，5美刀。吉恩顿时就毛了。
琼斯，你在和我开玩笑对不对？没成想琼斯毫不掩饰的来了一句。吉恩，我想你要搞清楚，你是我们这边的。说完居然挑衅的看一眼林浩和于伐科。没错，他不装了，摆明着就是欺生。 OK， 你的价格就这么多是吧？那我也有全部卖给你。吉恩气愤的转身去找了另2个收购商，对方见是他连鱼肉样本都不看，直接就爆出了5美刀。而罗伯特，对方的3尾鱼，最高的一尾卖了16美刀1磅，最低的也卖了12美刀。先生，我们是被逼的。琼斯被他说的没头没脑，以为他是故弄玄虚，面上带着一丝嘲讽道：“如果你同意，我现在核算总额，把钱打到你的账上。”林，对不起。林浩摆摆手，指了指于伐科，示意他看那边。于伐科不再啰嗦，走到提姆面前。这里的冻库你能联系一个吗？我认识。吉恩虽然不明白他要干什么，但还是开了口。鱼，我们不卖了，现在入库吧，我会运出去卖个好价钱。至于送你们的2尾，你们卖不卖随意。不是人，这个价钱我宁愿扔海里，也不会卖给这帮子臭狗屎。没一会，吉恩便联系了冷库，也来的车将5尾鱼全拉走了。琼斯面上一怔，没想到对方这么的果断，却听于伐科走到他面前道：“琼斯，销售的渠道并非只有你一家，日子我也认识不少人，比如说骆会社。你告诉乔西，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先声明，我们是被逼的。原本你们赚个高额的差价，我不想理会，但你们为何要惹我呢？”嘿，先生，等等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听到于伐科这一番话，琼斯意识到不好，他不敢赌，跟幕后的报汇报，再和乔西沟通。不用了，我很明白你的态度。不再理会琼斯，他和林浩走到门口。你怎么提前把话给挑明啊？林浩笑着问，于伐科也笑了。第一，占得大义，这个时间点刚好，乔西也算是帮了我们的忙。第二点嘛，确实有点气，不过老外那副趾高气扬的劲，没事，后续的事我来安排。说完，于伐科便一直在打电话，一会中文一会英文，吉恩也听得一知半解。吉恩，如果我也加入收鱼，你们会支持吗？本以为刚刚气愤的吉恩会一口答应，结果他却缓缓地摇了摇头。这个是需要当地政府批复的，不然你的所作所为就是非法的。而目前的3家已经不少了，相信政府不会再批名额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不认识政府中的人，就算认识我也没这么大的能量。如果像今天罗伯特钓上来的金枪鱼品质，我给40美刀1磅呢。于伐科淡笑着说道。多少？吉恩都出了鹅叫。不急，我先来办手续。如果真有难题的话，需要你们的帮助，明天你去钓，我就不去了，还有点事要处理。有几成把握？明天的把握是0，不过嘛，只要我们的价格足够真诚，就肯定能成事。林浩看了一眼他，心中大概明白这货想玩什么把戏了。隔日一早，林浩带着小曾出了海，于伐科带着阿和、提姆一起出去办事。林，今天我们去哪里？随便，就去昨天的地方吧。吉恩点了点头，启动船只。恰在此时，罗伯特和他大儿子居然背着东西来到了码头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吉恩愕然问道。昨晚家里发生点小事，忙至凌晨才弄好，所以今天起迟了。你们这是要去哪里？方便一起吗？吉恩看了眼林浩，见他点头，我们去东边海域，走吧。2艘船一前一后往东边驶去。到了地方之后，罗伯特刻意往前开了一点。会钓不？今天这一根是你的。小曾兴奋不已，学着林浩的做法挂饵放钩。下一刻，嗡嗡的声音不断，还有吉恩和小曾的欢呼声。他看了一眼鱼竿，扭过头。下一刻，他眉头皱了起来，因为他看到了2艘快艇往这边驶来，渡极快。吉恩愣了一下神，随即也是一脸的大骇。林浩快速扫了一眼甲板，拿起一件救生衣甩给小曾。别管鱼了，拿着。似乎已经能听到对方快艇的马达声，林浩不及细想，一脚将小曾踹下水，自己和吉恩也跟着跳入水中。虽说杜绝了船头与吉恩船的直接相撞，但还是传出一声金属相撞的巨响。憋着。在相撞的那一刻，林浩直接按着小曾的头潜入了水中，足足10多秒后，3人这才再度浮出水面。吉恩露头之后，看着因为这一撞而离自己越来越远的船，而此时另外一艘船却开到了近前。他们要干什么？小曾哆嗦着嘴唇，一脸惊恐地问道。林浩摇了摇头，下一刻闻到了一股子血腥味，够毒！快逃！马上鲨鱼群岛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吉恩也意识到了什么，发力开始往自己船所在的方向游过去，但只游了一小段，又被围着的快艇溅起的水波给冲回了原地。林总，我们是不是要完了？小曾带着哭腔问道。别担心，有我呢。嘴上虽这么说，但心中同样是恐惧的。他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会想让自己回不去。鲨鱼来了！吉恩看到远处翻腾的海面，
突然不再挣扎，绝望地说道。林浩一手抓着小曾的救生衣，一手划着水游到了吉恩的面前。吉恩，等一下，躲在我身后。林，没用的，即使你是大力士，但在海水里你是搏不过鲨鱼的，更何况是一群鲨鱼。不过片刻，鲨鱼的身影已经近在咫尺。他仔细打量了一眼，轻咦了一声，居然是长尾鲨。那会不会是昨天自己救的那一尾呢？他不退反进，居然主动往鲨鱼的方向游了过去。不管是不是，这一刻他也无路可退，总得确认一番。别动，是我。